曾飘落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如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不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好久不见，朋友们，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曾飘落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我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说好点了没有？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就是大老爷们儿生点病是很正常的，也没什么可慰问的啊。谢谢各位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嗓子现在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点不是很爽利，嗓子还不是很爽利，而且但是这个好久没播了，先上来播一会儿吧，因为这个设备拿来了，重庆一次没用过。我们都要打包撤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直播设备带来重庆了，不打开用一下，感觉白打包了。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收工比较早啊，虽然这个状态不太好，但是收工比较早，寻思就给你们播一会儿。然后呢，今天可能状态也不太好，然后你们就多多理解吧啊。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朝着有朋友说：“原来你在重庆。”一看这就不是咱家粉丝是吧？一看就是假装很关注我那种朋友啊，假装很关注我。在重庆待了好久了，已经待了小半个多月了吧？瘦了，有朋友说瘦了，瘦倒没瘦，反正就憔悴了，反正是，因为就这么生病，反正就现在吃不下饭啥的，然后饭量不太行，所以就有点憔悴了。瘦肯定是没瘦，还是体重。主要是太久没播了，然后呢，我怕因为我回去我这阵状态不太好，身体状态不太好，所以那个啥，也不知道回去啥时候能播，所以就想说今天正好收工早。然后也刚才
状态也挺好的，寻思就上来跟你们唠会儿嗑啊，就是也没有啥东西，就唠会儿嗑啊。注意休息还行，因为这个戏这部戏戏份不是特别多，然后也拍摄进度不是特别赶，还好啊。这2天然后在重庆都能算缓一缓，因为确实，确实就不是特别忙碌，反正就一直在缓，所以休息挺好的，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有朋友去体检，我已经体检完了啊，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体检完了已经，然后呢各项指标都挺不错的。各项指标都挺好的，然后也没什么问题，然后体检完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身体有点缺钙啊。说这个身体有点缺钙，然后那个啥，缺钙都好说，因为缺钙吧那玩意儿就是补钙就完了呗。所以之前那个脚骨折了也是有点原因的，就是因为这个人缺钙，所以就是容易骨折。所以买了维生素 D， 准备补钙什么的啊，其他都挺正常的，挺好的。有朋友说长个了吗？您还别说，真长了。这次去量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比之前高了。也有种可能是啥呢？就是可能是这个总调整体态，然后那个感觉是后背直溜点了，好像又稍微就是往上长了，窜了那么一点往上窜了那么一点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路跌撞。我曾挨过了无数风浪，到底有朋友又发育了，发育倒也不至于了啊。您哥30多岁了，往哪发育？发育不了了啊！就是可能是稍微直溜了一点，然后就感觉个儿稍微长了一点啊，但是就是可能感觉就高了一点吧，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这没啥可说的啊，这没啥可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可撒谎的。因为身高这个东西吧，以前可能是感觉好像是就是演员的吧，做演员的话可能高不好找那个角色，但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嘛，就是身高稍微就是那种像我这种就是这种像长得像电线杆子这种的，其实现在目前还有一些市场，所以我也不担心说那个啥，也不担心说因为说身高高找不到角色，不至于。因为就是身高高吧，拍古装啥的，穿衣服也能稍微敞亮一点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啊。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反正现在是之前总对外说1.89米嘛，对吧？对外说1.89米，其实是那个什么，其实是真的是之前量是188.5，所以我对外就是咱来个4.5入189，然后这次就是一去量，超过1.9米了。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好高啊，没用啊，电线杆子也高啊，有啥用啊？高没啥用啊，高没有用。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有朋友说到底9几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长多高能跟你分点还是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啥吗？你是体检医生啊？
还是说你是裁缝？你要根据我的身高给我做条裤子还是什么玩意儿？你管我做，你这个在这关心的都不行了。我都说1.9米、1.9了，跟你说1.97米、91、94、95。你好像那个裁缝，你好像是你干什么？你要给我做衣服啊？好奇。我曾飘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有朋友说：“宁哥，你补钙还能再长高？你别吓我了。现在裤子已经不好买了。有朋友说补钙还能长高，也不用了，增强一点骨密度就好了。啊，我再补钙再长高可毁了。嗯。有朋友害怕你长到2米，你就闭嘴吧！我都30多岁了，还能往哪长？啊，我30多了长不了了，你别在那。”好像对于小朋友说邻居家有那个邻居家有小孩或者朋友家有小孩说，哎，这你家孩子多长个啥的，好像是一种祝愿，但是你又祝愿我多长个，你是一种诅咒。我不想长太高了，可以了，够用了。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笑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有朋友说希望我儿子能跟你一样高，那有可能的。嗯，现在因为小朋友，现在小孩长得都挺高啊，都没有太矮的长的啊。因为时代不同了嘛，时代现在吃的好了嘛，对吧？现在我们吃的营养多均衡啊，而且家里就那么一个孩子，啊，都是啥好吃的都给吃，所以营养这块肯定不缺。所以身高这块基本上朋友们你们也不用担心说孩子长不高，不至于啊。除非你是想让你孩子当明星，你长高点行，或者让他打篮球去，当模特啥的可以长个儿，但正常就是正常那个什么也不用长太高。我那天看到一条评论啊，说那个啥，说因为前一阵不是去那个东方风云榜了吗？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那个晚会上啊，在那个晚会上就是那个也有别家粉丝嘛，他就是去看完那个晚会之后就回来爱写总结嘛。很多人就是去参加什么录制什么回来都要写一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repeat 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他要总结一下什么呢？自己去那个晚会的一个感受啊。对我刘宇宁的感受就是，粉丝年龄偏大，我就很生气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当时就是因为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家粉丝有很多什么抽盲盒也好，或者是那个什么抽奖的中的票也好啥的去了，然后那个什么之后，被人总结出来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关键词叫粉丝年龄大，这什么意思？我想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粉刘宇宁的基本都是成熟女性，对不对？啊，都是很成熟啊，无论从这个年龄还是说心智上都很成熟。
当然年轻的也有啊，我们家年轻的也有啊。我直播间现在上次不是说还有17、18岁看我直播的吗？不是，也有。所以我这个年龄跨度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比较珍惜这种年龄偏大的粉丝，为啥呢？因为就是已经就说了好多次了，就他们就属于吃过见过了，而且孩子都很大了，对吧？这个世界他已经看得比较的透彻了，在这个时候还能迷恋上我，就说明就是确实有一点就是，我有些许的优秀，能够有吸引他的地方啊，是不是？但不是一时冲动。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的。而且啥呢？而且很多朋友都是家里都是有小朋友的啊，都有小朋友，而且有些咱们家粉丝家孩子都好大了，都上大学了都。啊，10几岁、15、16岁、17、18岁的都上学了都，但是还是我的粉丝，我就真的感觉非常的好。啊，还有跟咱家这个很多有孩子的这些粉丝，对不朋友们说点事儿啊，以后啊，你们尽量什么呢？尽量别让你家小朋友给我送礼物，好不好？当然，我相信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受益的，因为你也会跟你家小朋友去推荐，你说那个宁舅舅非常的优秀啊，你长大要像他这么高之类的，你也跟他说过我，那可能让小朋友对我来说也挺喜欢我的，家里小朋友，但是呢，尽量不要让他们送我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不可能我不收东西，我最近就是前一阵去那个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啥前一阵那个啥去你们不是应援吗那次吗？然后呢，我当时就不是去看你们了吗？当时也不知道咱家哪个粉丝递给我一个大包子，啊，递给我一个编织口袋，往后呢也非常懂事，因为他知道我每次都要去顺一点应援物走，他给我准备了个大口袋，特别好，特别方便啊！我就第一个他就把大口袋递给我了，说就意思宁哥你往里搂吧，啊。往里顺应援物吧，因为有些朋友拿一些什么小卡片啊、小玩具啊，就给我了。当然也不是说跟价钱没关系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意义，他想纪念一下，他就送我东西。我夸的我就在那接信呐、然后收些小卡片啊，什么那种东西，然后那种小什么头箍啊，我就往那个袋里装。然后后来不让人录下来了吗？录下发网上，人就说刘宇宁拿编织口袋收粉丝的礼物。啊，网上就这帮营销号就一发，就说刘宇宁自带大口袋去收粉丝礼物，我也是绝了，首先是这样的，第一我就是首先这样子，朋友们，我连那个啥，我连就是做艺人都不割你们韭菜，我都不是说。弄点啥去割你们韭菜，然后我当时收礼物，收你们小卡片，收些小零嘴然后我要发家致富吗？我差这仨瓜俩枣的吗？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被人说出来就挺恶心的，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我活不起了，我要收粉丝礼物，我好像是差这一口吃的，差这一点这个小玩具，或者差个什么三头500的这种感觉的，啊，我就混得太惨了吧，这也是吧？所以呢，我就从那之后呢，我就跟朋友们说了，我说我不收礼物了，是不是？这样咱就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你懂不懂？这样子咱就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说埋汰我损的我2句什么的，咱也犯不上啊，对吧？我说以后就收信，我就说你写信啥的，你给我行，我看不看是一回事，但我收，我就信我收，往后呢，那是吧？那这个意思。往后呢，就是我统一，我就说咱家粉丝别给我送礼物，哪怕那个东西不值钱，哪怕是个纪念品，我也不拿啊。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帮我留着，我就是这样事儿。但是呢，有些家里小朋友，可能那小朋友不懂，小朋友肯定是不懂啊，他就希望说我有一个东西能送给宁舅舅挺好的啊，送给宁哥挺好的，所以他就准备来送，他小朋友来送。小朋友送是这样的，我正常我也不会收。
但是呢，我特别不希望看到小孩失望，你知道吗？我不希望看到小朋友失望，就是他来送给我，我说我不要，那小朋友他肯定不开心呐，给他童年造成阴影怎么办？你懂吗？那首先那不是我孩子，你孩子你得心疼吧，对吧？你得心疼点，所以你别让他做这种举动。你就说那个以后你家孩子要想送我礼物，你就帮我劝下来，你就说你宁舅舅不需要。哦，你宁舅舅是富二代，他不需要啊。你就反正你就跟那啥，你说宁舅舅他自己那个什么工作，他自己有钱他能买，所以你长大以后你也得工作，自己给自己买好吃的好玩的啊。所以尽量不要让小朋友给我送东西，因为我真的是不忍心不接那个东西。虽然有些朋友送一些小玩偶非常小的东西，但是你这样让人拍下，我真的收粉丝礼物那玩意儿就是比较麻烦。所以咱们也互相体谅，好不好？你们也互相体谅，尽量就给自己家孩子劝住，让他别送了啊！你让他都留着啊。有朋友说宁哥，你是富一代，你不是富二代。不是我回头我把钱都打给我妈，我就成富二代了吗？我给我妈多打点钱，我就成富二代了，不是吗？有道理是吧？对，有的时候还有时候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对于粉丝来说，我是付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情感吧。我不是说客套话或者怎么样的，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做到我这样啊，就是对粉丝的一个关注度吧，或者怎么样也好，或者一个陪伴也好。所以呢，我也觉得我的粉丝都挺亲的，啊，我的粉丝都挺亲的，而且呢，他们也比较尊重我，我特别喜欢这种彼此尊重的一个东西。但我发现不尊重我的时候，我就会特别难受。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对，就是非常，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尊重我觉得我是很尊重你们的啊，我也给予你们能给予的最大的一些陪伴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些朋友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的话，我就会很失望，你知道吗？我会觉得我就是很难受，也说不上生气，反正就是很难受啊，很难受。就是比如说黑粉骂我啥的，我从来都不会说生气或怎么样的，那或者是有些营销号说我不好啥的，我的也不会怎么生气什么的。但是我反而我比较熟的人对我那样的话，我会非常难受啊。就像在重庆拍戏嘛，在重庆拍戏有很多朋友来现场啊，有很多朋友来现场那个来看猴啊，我就是猴啊，其他演员不是。每天我在重庆拍戏，我感觉我跟猴似的，就围的啊，就是围呀，围一圈看啊，跟猴似的。我在里边，因为我不是在这逛街，我是在里边演戏呢。完后这帮人跟看猴似的，时不时还给我递点东西啊，喂喂我啊。倒也不是我从来没有说反感说这件事儿啊，不反感说因为我不是说反感，我觉得就是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你们都是
合法公民。你们在这个社会上，你去哪儿是只要你不违法都是合理的。你知道我管不了你的人身自由，你想去哪儿是你的事儿，但是前提是不要影响我，影响剧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远远的看无所谓啊，你可以怎么样都行，但你不要举着手机拍啊，举着手机拍，而且我走哪拿手机就跟他盯着拍啊，搁那盯着拍，也不知道你要干啥嘛。我上次就是问过我就问过你们一个问题，我说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因为我属于就怎么说呢，在下不才是你的这个 idol 是吧？你想见见我，我觉得你到现场看看我拍戏可以的，但你为啥非要拍呢？非要拿那个手机拍来干啥吗？你是要当网红吗？你是要跟我学要当网红？你是要发到你的这个微博号上，然后让自己的粉丝量增高，然后之后你要带货吗？还是怎么回事？你还要增加你的浏览量，增加你的阅读量，之后你要接一些广告还是怎么事？你要就没明白啊，就没明白。所以就是为啥要拍呢？你来看看我啥的，我都可以跟你点头哈腰跟你笑，都跟你聊两句都可以。但只要你一举出手机，我一句话都不想说，你知道吗？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你跟我打招呼的时候，不要举着手机跟我说话，我感觉你在采访我。那天就有个朋友一直拿手机这样举着这样。哎，宁哥欢迎来重庆，欢迎来重庆。那个我想问你那个吃重庆火锅了吗？我感觉是当地的一个博主，我感觉他是来宣传重庆的美食，他是来采访看一个就是艺人来这个演员来这边拍戏的时候对重庆的一个想法。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所以这个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你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如果你正常把手机放下，你跟我聊聊天，你说宁哥你来重庆吃火锅，我会告诉你，我说吃了，我吃啥了，我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聊聊天是可以的，但只要你拿手机，我觉得我们有距离，我就不想跟你聊，再说任何的话。我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就包括现场那些朋友，你会发现，如果你们不举手机的话，我都不会打伞，因为我不拒绝让你们看，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在剧组拍戏。你拿手机给我拍下来传出去之后，然后对剧组有什么损害，那是我的问题，你明白吗？所以你来看看我都 OK 的，你只要不举手机，我绝对不会说有任何的拒绝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怎么样的，非得拿手机拍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我那天不在群里说了我说朋友们你在现场的朋友别拍了，然后那个群里说的可好了，第二天照样拍。我眼睁睁看人群当中他举个手机拍，然后 OK 你举 OK 你不听我的无所谓了，然后结果我下班的时候还给我打招呼呢，哎宁哥那个辛苦了宁哥啊宁哥哎宁哥哎，搞得像跟我很亲似的，也没听我的。你的信仰因为剧组我都说了，我说这个剧组不能拍的原因是有原因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不能说，但是不能因为我影响到剧组，你们就是非得不懂我在说什么，然后我也不能说白了，所以都说了不拍，非要拍，路人咱不管不着人家，但我的粉丝我跟你们说一声，你们还不听吗？我觉得那没啥意义了，你们也，我相信其他朋友，你们没来重庆的也不要去攻击这些在重庆的粉丝，没必要，因为他们也那个什么，也都正常能理解，只是想说什么呢？只是想说那啥，只是想说那个什么，有朋友说代拍吧，如果是代拍的话，我可以直接叫场务老师去告诉他们别拍了先，或者怎么样，场务就管了。但是我不能说我知道你是粉丝，你粉丝在那拍，我跟场务说你去管我粉丝，你去告诉我那个粉丝别拍了。我能可以吗？是吧？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也很少拍现代戏，以前我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这次遇到了，我希望反正我这次也说了，也希望你们以后宁哥在拍现代戏的时候，你们哪怕过来看，你们也别拍啊，你就哪怕主打一个陪伴，或者是来看看热闹也挺好的，啊，也别那啥了，别，就是真的是别给我添麻烦了，谢谢你们了啊，因为剧组不是我一个演员。
其他演员老师都那个什么的，都压力很大，他们也不好意思说我，他们也不好意思就是跟我说，哎，怎么你粉丝围了，你影响我们拍戏的，人家肯定不好意思说呀。但是我作为刘宇宁，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心里没点数吗？对吧？人不说你，但是你哪能这样啊？对吧？你们倒开心了，搁那举着手机拍，你想过我多尴尬吗？在剧组里，我可太尴尬了。每天我一到剧组，人都说，哎，外边都你粉丝吧，刘姨娘，啊，你粉丝那么多人呐、我怎么回答？我说啊，我火，我可厉害了，我太厉害了，我怎么回答？你告诉我。我都说啊，那不是我粉丝，不是我粉丝，估计都路人吧。所以呢，我就想说，你们可以，就是我管不了你们的人身自由，但不要影响剧组，不要影响剧组。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想说，因为咱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这次就说一下，希望以后呢，咱粉丝之间也相互监督一下，就是不是相互，你就一块来了，你说哎，别拍宁哥了，别影响到剧组拍摄，啊，咱们自己说，咱们自己玩自己也可以，但是只要有那种大家一块工作，不要影响到别人，你知道吗？怎么显得为啥我在现场不能跟你们打招呼，不能跟你们嬉皮笑脸呢？有的时候我在现场有朋友跟我打招呼，我也不能说哎你们好你们好，我不能，为啥呢？就是还有其他演员老师呢，怎么显得你火呀？你有粉丝啊？你跟你家粉丝在这搜索，你这是片场，这是工作环境，你搁那玩那个歌迷见面会呢？你懂这个逻辑吗？你得考虑这是工作环境，我在那上班了，你明白吗？我不能跟你俩哈喽，哎哈喽，你们辛苦了啊，你们也不容易啊，你们注意安全回去啊。我就是好像你如果这个东西被录下来传出去，那就好像我在鼓励朋友们来剧组来看我们，我活不起了，你懂吗？所以我剧组不是我一个演员，人家都很棒，人家不说你刘宇宁，但你刘宇宁心里得有数。你不能影响到别人，你懂吗？所以你们也理解我的难处，明白吗？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有朋友，宁哥这是个细节怪，你骂我，你说我这个人很怪，不是你得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嘛？我就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啊，我可以不在乎我的感受，但是我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同组演员你合作一回，人家就是我都挺珍惜跟每一个团队、每一个演员合作的一个机会，想给人留个好印象嘛，对吧？咱们这不主打一个口碑吗？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映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到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斗脏。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对，主打一个口碑。当然，这个也感谢朋友们啊，之前那个包括那个宝曼啊，还有欧莱雅这块的朋友们都很支持，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嗯。对，就之前那个什么宝曼不刚宣嘛，宝曼蓝朵嘛，啊，宣完之后呢，我当时好像咱家有很多朋友就还挺那个什么的哈。就咱家确实有一些就家里有矿的，咱家的确有一些就是姐姐啊，各位姐姐就是家里有矿的，因为咱们从来不避讳这个，因为我上次不跟那朋友们说了吗？我说去看我演唱会都把自己家房本带的，看我演唱会的时候把自己家房本
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自己家那种门市房那种店铺那种的那种就是地契不是地契那种防噪都拿着贴在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场演唱会呢都会什么呢？都会邀请一些品牌方或者是一些平台的人去那个什么，去说看我演唱会什么的啊。到时候人那些就是比如说品牌方一进去一看这帮粉丝身上都贴着房本呢，一看狂欢就是这帮粉丝就有购买实力啊。哦，咱们这一块就是你个合作狂欢不就来了吗？所以呢，咱家是确实有一些朋友是条件不错。然后呢，我当时那个什么，我看有很多晒单的，说当时宝曼艺炫买了好多啊，因为那个东西单价都不便宜，现在以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有什么咖位啊，我也就是我是弟弟啊。以我这么一个弟弟，反正有这么多粉丝支持，还能就是有一些消费的，就是给他，就是也怎么说呢，买了不少嘛，反正是一个感谢嘛。然后感谢我那天我还在群里，我在就是粉丝群里我说那个谢谢朋友们的宣传，大家很多朋友可能有些学生嘛，学生他肯定是那个他现在经济条件不允许嘛，咱也就是咱们都一样嘛。然后呢，但是有很多那种特别棒的那种，就是家里条件不错的那种粉丝就支持了很多。我就在群里说了一句，我说感谢大家的宣传，我谢谢咱家这帮富婆啊，有钱，就是表示一些感谢，因为你宁哥合作了嘛，对吧？他们就去购买你的产品，是支持一下宁哥的合作的产品，正好他们有需要嘛。结果这种我就在群里感谢一下，我说感谢咱家这帮富婆，也能被人截图拿出来嘲一顿。我当时我就是因为也是他们发给我的，说宁哥你看又有营销号发了。说你在这个粉丝群里感谢你家这个那个有钱的这些粉丝，我当时说这也不行吧，就是你粉丝支持你合作的品牌，然后买你合作的货，然后你感谢一下，感觉有点，然后就掉价了，还是怎么回事儿？我没明白，就是难道是不应该谢吗？啊，我没明白，我特别不明白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也会被人嘲？就是难道就是比如说买完咱家有很多朋友买了我合作的产品，我看到他，然后他说宁哥我买了你合作的产品，我说啊买就买呗，难道我是应该这个态度吗？我这是什么世道？就不应该说，比如说宁哥，你看我买了你合作的品牌的东西，你看怎么样？我一定是感谢你的支持啊！这首先你觉得你粉丝是对你的一个关爱嘛？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也得替品牌去感谢这个朋友啊，对吧？就是没明白。我那天他们发给我说那个你看，那个你又被嘲了，说那个你在群里感谢你家的粉丝买产品，我这很逗啊。我不知道这个世道这个三观已经怎么样了啊？这个追星已经追迷瞪了已经。我跟你讲，所有的艺人也好，演员也好，就是做的是什么呢？是服务行业。我们是服务行业，我们是为谁服务？为这些观众服务，为这些粉丝服务的。你没有这些观众，没有粉丝，你是啥呀？你真当你是当代艺术家，你是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才艺，你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啊？这不太逗了吗？我们就是服务行业，所以作为一个服务员，你得有服务意识。有朋友，宁哥，那你是服务员，我给你点小费。我没，还这么大气，还给小费呢？哎呀，我以前在酒吧唱歌的时候，早点遇到你就好了，你是不是？还给点小费呢？可以啊。
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可以啊，有朋友还在笑说哈哈哈哈，有朋友给小费。我跟你说，有给小费意识的人，我觉得都很棒。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从事的行业有关。因为我以前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以前是做服务员的，你们都知道嘛，在餐厅、酒店什么都做过服务员。第二，我在酒吧唱过歌啊，酒吧歌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要生存，你光靠基本工资是很难的，因为基本工资就非常非常低。其实你要就靠收小费嘛，就是人家就是给你小费，你才能每个月多有点钱嘛。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就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给小费的这种人，我觉得他们就很有那个，很棒啊，很棒。有朋友为你50，不需要。有朋友1000行不行？不用，没事，不差这仨瓜俩枣的，不用，你留了啊，嗯。有朋友代金券，你小费给代金券是吗？比如说你出门给小费给人代金券。你上次上哪个家是吃火锅消费了300块钱，他送你30块钱券，然后当时你回头你看到一个服务员，你给他小费，你说这30块钱券给你了，你有空去吃火锅，这太不是人了吧？回头一打听，这火锅店还有你股份，你只是出门发消费券去了。搞得像给人小费似的，是吧？啊，可以。说给我的小费是刘宇宁演唱会的代金券。我之前说了，我说那个啥，我说那个朋友们，那天不是上热搜了吗？我说那个啥，我说凡是参与我热搜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演唱会的一张5元代金券。以后我开演唱会，只要你凭着这张代金券就可以抵5块钱吧。回头你把我代金券要给我。首先，刘宇宁演唱会我去看是免费。你给我也没有用啊，我用不上那玩意儿，我免费去看的，啊，而且我站台上看，我位置比你好啊。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亮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热，有朋友说你的位置最好，是我站舞台中间看的，我得啊，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这世界点亮。有朋友说你林哥最近串还盘吗？盘的吗呢？有朋友宁哥你串放油吗？你给我探讨盘串的事儿还行啊，探讨盘串的事儿还行。串盘怎么样了？就越盘越迷糊嘛。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它是个坑，你知道吗？就是越买越想买。就是你知道吗？你那边尤其因为我玩的是那个什么嘛，玩的是百香子。这种东西呢，就是它和那些什么星月菩提呀、什么那些什么金刚啊，或者是什么那些东西，就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像小叶紫檀什么的，你看小叶紫檀基本都它车成租的嘛，对吧？它都给你车成租的，因为它是木头车的嘛，车成租的，或者是包括星月菩提都是给你车成那种老型也好，或者扁的也好，反正无非就那几个型啊，无非就那个型。但是百香紫比较奇怪是什么呢？它每个紫的型都不一样。它每一个原装的它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什么莲花的，有一些什么鬼脸的，有一些顺纹的，有一些什么深坑的，反正就这些东西，有一些反正就比较复杂。所以当你买了一条，就喜欢想看看别的，然后你想看看别的，看完别的你又想买别的，反正就一直买了好多啊。但我不建议各位说去盘串啥的，我真的不建议各位去，因为啥呢？就是因为那个确实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建议各位去啊。你有别的更好玩的啊。因为我是什么呢？我属于买完之后我就上网买完之后呢，回来看看不喜欢了，直接送人啊！就我身边团队所有人，我的表演老师、化妆师、助理，往后那个团队所有的人都就一人一串。我先团队一人一串。我们现在一出工，你知道吗？我们那个 GL8一上车，除了司机以外，车上坐5个人，这5个人全拿个手套，拿个刷子搁那讲，擦，全在那盘串呢。我们这个团队现在是个养生团队了，现在就是盘串团队啊，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买完之后，你知道我买完看见不喜欢我就送人了，买完不喜欢就送人了啊，后来现在一堆送不出去了都，没人可送了啊。而且还有一件特别逗的一件事啊，然后有一天呢，那个啥，因为我就喜欢我前一阵我最近不咋逛了，因为我已经买够了啊，我这串已经买够了，我现在不买了已经。现在我的串已经够用了啊，我估计怎么说，我这么说吧，一串盘3年的话，我能盘到80岁。太多了啊，一大包子，现在一大包子各种的。然后前一阵有一次看直播特别逗，我就看直播，也就是在那个某一个卖那个百香子的直播间里，我就进去了，再看人卖串嘛啊，我就因为有的时候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我再买点之前嘛。结果当时那天我一进去，发现了有一个人在那买串。有个人在那问说：“你好，那个什么，我想买一条串。”然后这个店家就说：“那你的预算是多少啊？”他说：“我预算是多少。”然后我一看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 LYN 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一看 LYN 的什么什么。我估计啊，这个 LYN 是刘宇宁的意思吧？是不是我粉丝看我去盘串，他也去买的？我当时就遇到了嘛，我当时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叫 LYN 的什么什么。然后呢，当时我也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个 LYN 是谁呀？什么意思？我问人家，我说那个，我说 hello， 你这个 LYN 什么意思啊？我就问人家，我说 LYN 什么意思？他不搭理我，然后呢，当时我也不能说我是谁，我不能说我是 LYN 呐。我说那个啥，我说那个。LYN 是谁呀？你跟我说一下呗，你告诉我 LYN 是谁。然后他也不搭理我，那直播间也没几个人，他也不搭理我。我就问他，我说我当时我就跟他对了个暗号，我说LYN 是蒋哥吗？蒋俊豪嘛。我说 LYN 是蒋哥吗？过了一会儿，他回了，是蒋哥。啊，他没有。
他第一次先回了，我说 LYN 是什么意思？他问了好几遍，最后他回了，他说LYN 是很重要的人。他回了一个 LYN 是很重要的人。然后呢，我说那 LYN 是那个蒋哥吗？他说 LYN 就是蒋哥。我就想啊，那估计这是我粉丝。然后呢，我就默默在那个直播间里了，我就那个什么，我就看着，看完之后，他最后选了一条串嘛，选了一条串，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店家，我说你叫他退了，这串我送他，我付款。店家说什么意思？我说没事，我说这个 LYN 这个人是我朋友。然后那个你把他钱退了，然后那个什么这个我拍，然后我给你付了，你给他邮过去就完事儿了。他说好的大哥。就是当时就是属于宁哥给你买单一条串，你得记得点啊。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我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然后后来呢，当时他不知道嘛，后来他就在那个店里问说，那配饰怎么配饰有什么？我当时一听这句话，我就退出去了，因为串儿便宜啊，这串儿比较便宜，配饰贵，所以我就撤出去了。我寻思别差不多得了，我就撤了啊。嗯。我说马上改 ID， 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就是反正就是缘分嘛，遇到咱家一个粉丝啊，也挺好的，也看那个也都挺不容易的啊，挺不容易的。我寻思你看喜欢买点啥东西，正好碰到了，就很正常。就是你们可能对东北人，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性格，比如说我们以前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朋友出去吃饭，说一进去，哎，这个店里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朋友也在那吃，基本上要不是他们，就是比如要不是对方给我把单买了，就是我把对方单买了。基本上东北人其实基本出门吃饭都是这个，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在我们那儿就基本都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就喜欢给别人买单那么一个小癖好，嗯。所以正好是那天我们俩一块儿逛直播间嘛，正好看到朋友了，就买个单嘛，啊。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因为我们山东也这样，对，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仗义的那种地方都会这样啊，就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所以 OK 的。所以我也没当个事儿，因为我也没有即刻就讲这个事儿，因为也过去挺长时间了，大概过去1个多月了吧。然后我也没有即刻讲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好玩。刚才突然聊到盘串，我就先讲了，因为我怕那个人记得那个什么，记得在哪个直播间，到时候再去翻出来，比较麻烦啊。我现在已经不买了啊！我串已经够了啊！我不想给你们展示，真的已经展示一包子，跟大冤种似的啊！反正就是
没事，反正盘着玩儿也挺解压的。有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晚上收工了，我这边手盘着串这边看着台词，背着台词啊。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盘串的时候，你会，就是你手机都不玩了啊。你平时比如说在路上、在车上的时候，有的时候说玩手机啊，刷点什么视频什么的。我自从盘串之后，手机不碰了，天天左手手套，右手刷子，天天刷啊。要不就盘啊，就是基本都也不碰手机了，挺好的，而且让你心很静，也很解压啊，挺好的。有朋友说玩物丧志，也对，嗯。那玩物丧志。也看怎么说呢？不能说玩物丧志，只要你不过度的去占用你主要的，就是精力就好，啊，它能够让你消除你的工作压力或者是心理上的不开心，我觉得那就不算玩物丧志。玩物丧志，你看我这普通话，玩物丧志啊。抽奖送我就不送了，因为我一条都挺贵的。啊，回头有机会抽奖送吧。啊，回头就是等我过生日那天，我会送一条我的串出去，可以吧？送一条价值150的一条串。有朋友戴米呢，戴米在横店等着呢，在横店呢，因为在那个重庆就这阵儿就在这拍10几天嘛。然后呢，他那个啥，那个酒店也不能带小狗啊，酒店不能带小狗嘛，所以让他来折腾也比较麻烦，所以就他在横店呢。我们马上转场横店了，然后就戴米就出现了。我曾飘落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大饼加1，送条串儿就是有什么的，我的妈呀，这叫啥饼啊？这不叫啥饼，串儿不有的是吗？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有朋友说宁哥你想戴米啊？行，回头回那个什么，回横店，到时候让你们见见他呗，对吧？女明星也该出镜了。我在看那个电视上竟然有汉堡，我好想吃。超炫川辣 CP 堡，口水鸡味儿的，好像不错。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对，我看前2天有朋友，我看有人嘲笑我的商务啊，也不算嘲笑了，也不算嘲笑，就是当然就是说两句嘛，说商务咋呀咋。商务这个东西呢，我朋友们是这样的啊，因为宁哥不能说和别人不一样吧，我就只是说我和我自己一样，就是我的心态就非常好啊，因为我不喜欢接商务，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接商务，因为我不喜欢拍广告，拍广告，所以一般的商务呢都是我觉得可以接啊，就是可接，就是怎么说呢？而且我不希望每年接很多，是这样的，我每年接很多。比如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合作过一个洗发水，然后呢，我合作了1年之后，洗发水那个合约结束了，当有另一个洗发水来找我的时候，我不会接，我是这样的，你明白吗？就是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合作的这种
洗头的东西，护发的东西。然后因为肯定也有别的来找我嘛，别的品牌的护发也来找。但是就算我跟他结束了，我也不会紧接一个护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对我粉丝的一个负责，也是对上一个品牌的一个负责。我不是啥都接的，我是这样的。这个，我希望很多朋友我不是说给大众听的，我是说给我粉丝听的。就你不要觉得宁哥好像就是那种4到好像接不到合作，也不至于啊。不是专一，我觉得不能那么干吧。我钱就是赚钱这个东西有很多路，但是你得讲一些道义。这是我内心的第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刚接完一个那护发的，另一个护发找给我了，哪怕上一个不跟我续了 ，OK 啊，但下一个来找我了，我也不会接，因为我上一个合作的是那个护发，所以我会有这种感受，我可能不接这个品类，哪怕说停1年不接这个品类，我第2年再接，那是第2年的事儿，但是我不会紧的是我刚和这个护发合作，又和那个，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话。而且你的粉丝，说句实话，你的粉丝，你每一个艺人也好，你去合作一个品牌，你粉丝都哐去买啊，哐去买。他刚买了一堆这个品牌了，你哐又合作另外他又就要跟着你哐再买那么一堆，那干啥呢？是吧？我就不希望是这种状态，就是反正就是我可以合作点别的东西，你们能够用得上，而且真正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我合作的品牌，你们也都知道是啥，我乱七八糟你们没听过的，我都从来不会接。而且有很多东西，我就是有很多东西啊，就比如说，我就不是狂，我只是跟你们分享，就是我这人有一些就是特别奇怪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车嘛，很喜欢车，然后呢，就有一些品牌就是车的品牌找我合作啊，找我合作，我不接，就是人家问我为啥是瞧不起我们品牌吗？我说不是，是我太喜欢车了啊！我太喜欢车了，而且所以我不能就是那个什么，就接车的合作，我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最喜欢的车，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法拉利嘛。对吧？所以我太喜欢，我有的梦想之车了，就是已经有这个梦想了，梦想之车了。然后你再让我找一个车的合作，我就可能不太能接受，因为好像那个就是我的梦想之车了。不行啊！我说那宁哥法拉利找你吗？那肯定没有啊！法拉利找我是谁？啊？法拉夏利都不会来找我。所以我是有些东西，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也不能算洁癖吧，反正有一些自己的小奇怪的想法啊，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你们我跟我粉丝说，因为我粉丝可能以某些角度来嫌弃说宁哥的那个商务比较少，不是少啊，我想接也不想接的话不至于这么少。我虽然不能说接很多，但想接的话不至于这么少。现在这么少的原因是，我现在不想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想得非常明白，就是现在你宁哥呢，还不够火。宁哥现在还不够火。但市面上的品牌也就这么多，所以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等我再火一些，再跟人合作说代言什么的玩意儿呢，这个时候就是不能涨价吗？你懂这个逻辑吗？现在呱呱把该合作的都合作了，说赶紧挣点快钱啥的，呱呱全合作了。你说我后面空火了，
没品牌合作了，是吧？所以咱们就再发展发展，等再火一火再开始接，这样子咱们就是能够狠赚一笔啊。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我去远超时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去远超时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去远超时光。有朋友净说大实话，没有。还有就是啥呢？就是因为我很久没跟粉丝聊天了，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直播其实就是上来跟你们聊聊天，然后侃侃大山，胡说八道，怼怼粉丝什么的，反正比较轻松。然后很久那个啥了，很久没上来跟大家聊会儿天了，所以就是想说今天虽然就是有点难受，但是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啊，就是反正就是聊会儿天呗。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朝着光。有朋友说：“老大，你明天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我明天干什么？你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你管的有点多啊！我专辑录完了吗？专辑没录完呢。专辑我现有的歌都是已经录完了。就是，但是现在还缺4首歌，缺4首歌呀，特别上火。现在就是，但是现在还在一直收歌呢啊。前面几首歌都录完了，开始录完了，都后期制作了，开始啊，还差4首，到时候看看怎么弄吧。最近这个一进剧组，因为我进剧组之后，我心思都在戏上嘛，然后呢，音乐这块反正也收，也收的。有朋友不是3首吗？本来是3首，然后呢，最后考虑一下，把那个 Fall in Love 就是给剔除了。Fall in Love 因为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当时我们思考了一下，因为那个 Fall in Love 本来说是专辑的先行曲，是专辑的第1首歌，结果自从 Fall in Love 收完之后，后面不好收歌了。结果距离 Fall in Love 已经过去了好久了，已经过去将近2年了，我第2张专辑第1首歌已经距离现在已经2年了。我觉得就是如果把它规划到我第2张专辑里边的歌，有点没溜了。当然很好听啊，所以他就作为一个单曲来做了嘛，就是我发的，就当我发的一张单曲了，但不能把它规划到第2张专辑里了，因为太久了，说不过去了。故事里，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夜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要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对，前两天不是那个刚开始我最近那个新戏嘛，新戏开始这个刚一出来，这个可能是造型这一块，咱家朋友们很多，咱家自己朋友很有看法。咱家很多自己朋友就很有看法，好像你们就是这个，就是对我这个造型非常的失望。当时我看完之后非常难过。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呢，我来尝试这个发型，对我来说，我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对我压力很大。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我第一像这种短头发，其实短发你们也看到了，路透有啊，短发对这个五官的长相要求非常高，包括脸型，包括五官要求非常高。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对你每天拍摄状态非常重要。你每天拍，就是因为作为演员不可能每天状态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他比较累，他就第二天特别肿，或者第二天有的时候熬得特别晚，他眼眶就特别塌，或者是就不一定，因为拍摄状态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呢，短头发它就基本没有什么修饰嘛，它不像长头发有点刘海盖一盖啊，或者鬓角长一点遮遮脸什么的，遮遮颧骨什么的，没有。短发对五官要求非常高，对状态要求非常高。所以本身我来挑战这个短发的时候，已经心里十分的忐忑了。结果当天就是拍摄一出来，出了那么几张丑的路透之后，直接粉丝崩溃了。当时就开始就是骂人了，开始不仅骂剧组，还骂工作室，直接给我干破防了。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于那个这么大一个挑战来说，我自己也是压力很大的。我自己压力很大，但我粉丝开始骂了，我是不是这帮人疯了吧？当时我直接破防了啊，直接破防了。当然我想，但是我也理解啊，理解，因为确实是你们不懂，你们不知道剧组的一个流程啊，剧组流程就是你看，包括我所有拍的古装戏也好，所有的现代戏也好，你会发现。就是以前你们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以前你宁哥呢，咱们就是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以前宁哥都拍一些这个可能是这种，配角吧，可能是男二、男三、男四这种的，啊，你们可能对我的要求也没那么高。你们当时好像就觉得宁哥能拍戏就可以了啊，什么发型不重要，什么衣服不重要，是他这个人就行，可以。啊！自从我拍上这个男主之后，你们也飘了，开始要求发型、要求妆造了，开始你们也上头了。你们现在，啊，我没飘，你们飘了，啊，开始走这个流程了。之前你看什么时候你们之前我发现我拍男二、男三、男四的时候，拍配角、拍男五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发型不好看，这个得调一调，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找工作室说要调发型，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所以你们现在回头看，你觉得所有的都是很优秀的吗？并不是啊，也有丑的呀，啊，骆明熙那个有很多，很多状态也是很丑的，所以你们也是飘了啊。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就是我有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也不是在给你们上课，也不是在给你们什么洗脑，因为我呢。宁哥，我也不是什么公司的，我也没有公司，我就是刘宇宁工作室。我们这个团队呢，就跟小作坊一样，就那么几个人啊。你们所有的看到的工作室呢，啊，你们看到什么刘宇宁工作室的号，其实我也在，就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就是今天发什么，明天弄什么。我就是老板，我们没有像你们想那种艺人有公司，啊，这个艺人他是经济部的，他是这个财务部的，这个是宣传的，没有，我们就几个人，小作坊。你们在骂工作室的时候，他是跟我分不开的，因为他就是我。他不是说我是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宣传是你们骂宣传去了，或者你骂工作室骂造型师去了，不是，我们就是其实都是我。啊。也希望你们也别学那种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些坏习惯啊！这个行业有些坏习惯，就是粉丝喜欢骂造型师、骂工作室、骂剧组。
骂节目组。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陋习，真的，你们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你们千万不会觉得你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骂了工作室或者骂了造型团队什么的，你就觉得你在粉圈你玩明白了，不是的。咱们刘宇宁团队，咱们刘宇宁工作室，咱们刘宇宁粉丝们，咱们自己家人，咱们大鹏就别玩这种东西了，好不好？咱别玩粉圈这一套，咱们学点好的。别把这种恶习带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有朋友说他们拿钱不干事儿，我要是告诉你，我说我的员工都不开工资，你又当如何回答我？所以不是说拿钱不办事儿，跟拿不拿钱不办事儿，你不用在那儿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因为有些东西啊。不是你一张嘴一闭嘴就能决定或者能够去做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粉丝呢，我也当然我想跟你们说，你们的热情、你们的好意我能体会到，但是我相信啊，我一直相信一件事啊。所有事儿都有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你明白吗？就是比如说我去任何的晚会去唱歌，啊，我去任何的晚会去唱歌，现场都有调音老师，我都会带调音老师。我在就是因为我会看到很多歌手在台上，就是那种那个来老师，那个我觉得那个低频这地方我有点太多了，你给我减4个 dB。好，OK， 我再试一下。等，我觉得这个中频这个地方再给我降一点啊，中频降一点，好，唱完 ，OK， 我觉得高音这个地方你给我再升3个 dB 啊，3个就可以了啊，来，完事啊，不舒服你还给我调回刚才那个吧，那个你知道吗？我见过很多这种歌手老师，当然他们的要求很高，我是很赞赏的，但我呢，我肯定没有那些老师要求就是懂，那些老师懂，但是呢，所以我叫调音师去。叫调音师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干了20几年的调音师了，他肯定比你一个歌手唱了4、5年歌的人专业。人家可能今年已经40岁了，人家前30年都在干这同一件事儿，但你呢，你每天干嘛？你每天上综艺，你每天干嘛？你每天上综艺，你每天拍广告，你可能有这些专业调音师调的专业吗？所以我永远记得一句话：专业的人永远干专业的事儿。你一个外行，你永远不可能比专业的人更专业。你懂这个逻辑吗？所以很多粉丝朋友也是这样的，你永远就是我作为演员也好，或者我作为一个歌手也好，你跟我说这个，宁哥你演戏这个妆造不好看，我能不逼你知道吗？我不会比你更知道这个不好看吗？为什么弄成这样？你不去考虑，你只是说它不好看，但你不明白它为什么弄成这样。难道我不知道它不好看吗？你比我更懂演戏。也有这个可能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看到的东西，我们也一定会看到的，而且也看到为什么那样呢？是有原因的。不是你因为因为很多粉丝当然是为你好嘛，他就是也很热心，他就该骂他的，但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所以你们不要着急，以后遇到这种事也不要着急啊！我一定比你更知道他有问题啊，只是为什么不调整，是因为他第一有过程，第二他有原因啊。所以我在现场，比如说我去唱晚会的时候，我在现场我都带调音老师去，啊，调音老师去那种基本上我都不会说，我都说你给我调啊，你觉得舒服你给我调，因为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我最多在台上我说那个把我人声小一点，我听得不舒服，人声小一点啊，把那个伴奏和人声比例调的我唱的舒服就行，其他的什么高频低频中频输出什么的你来决定，就 OK 了呀，对吧？就是所有的事儿，就是你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而且专业的人一定比你更专业。
所以就是说到刚才有点生气，为什么我以前拍配角的时候你们不这么在意我的妆造？你们应该早在意啊！你们早点在意，我也不用之前的戏都那么丑。唉，还怪上别人了，哎。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有朋友应该早点飘，也不是应该早点飘。我刚刚说粉丝飘了，有朋友说那你应该按你这么说，我们应该早点飘，也不是。不要就是这么极端的去想问题，好不好？啊。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去趟卫生间啊！我放个 VCR 啊。朋友们，有这个现在直播有笑声吗？就是这个，有吗？这个有啊有啊！等我一下啊，完美，这场直播绝对完美。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唠的，咱们就在这里共同度过，我们一起虚度时光，好不好？我这人可会聊了。来，有朋友在公屏问说你谁呀？我收电费的。开门。我说刘宇宁真帅。嘿嘿，废话，怎么用你说？那你说你是歌手，那你来首歌吧。啊，来什么呢？有什么想听的英文歌你点吧。我是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朋友们，你闹呢在那儿啊 ？Dumplings, noodles, beef, beer, whiskey, apple, pencil, emo, lemon, lemon tree, bounce, 蹦次，放这个档次凳子上来了 ，tiger。啥意思？就是您太哏儿了。有朋友声音小啊，麦克风就要塞嘴里了，还声音小。有朋友励志上火，上火的事儿多了，我瞅你我都上火。有朋友说你为啥不演霸道总？霸道总裁天天跟你嬉皮笑脸的。有朋友你演拐杖，我演圆规，我演拐杖。说如果你现实当中也这么说话的话，会不会被打？现在是什么社会？谁敢说打人就打？啪！对于一个刚出道的人，一个30几岁的孩子，你知道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吗？客房了一下就客房了，情到深处你有点控制不住。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啊！对，意思一下得了。把那个手机二维码打开，我找你。支付宝到账5元。服务员来2瓶啤酒，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帅气的脸很危险，花花世界迷人眼。你播这首歌什么意思？这歌刘宇宁唱，刘宇宁认不认识？不认识啊。不认识，去看看热搜。有朋友说刘宇宁你不用上班吗？我那个造型搁家这样美美的呗。朋友们家人们，这个长发我为你们而留。我说宁哥我是你哥，你赶紧唱首歌，我是欠你的对不对？没错，欠你的。还有在场有没有我的影迷？我给你演一段啊。什么叫做下头男？对，做什么呢？这是什么呢？发个照片过来给我看看，发一个，快点，我把拉黑了。还不发是吧？跟我玩欲擒故纵，我给你发一张我的照片，怎么样？我室友说一般，你别往你室友身上赖，你能不能你有点担当？你给我来了一招无中生有，给我来了一招暗度陈仓。朋友们，你们等我，我去换套衣服，我去重新做个造型。各位学姐好，老师好，我是3年2班刘宇宁。你别看宁哥跟你俩直播，天天张牙舞爪、胡说八道，但现实当中唯唯诺诺啊，只敢在网络上纵横出击。我也想永远单纯善良，我也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看看远方的山，远方的水，花怎么开，水怎么流。你们也放心，我现实当中也是个正常人啊。对，我为了怕这个裤子全套穿有点不雅，所以我下面穿了个短裤啊。有朋友说商业价值少了一半，不可能，这首歌送给3弟，我好想你啊。有朋友在公屏打字说，哎，他对我笑，他是不是喜欢我？哎，我的妈，我跟你熟吗？你在那儿装什么可爱？你在那儿？我还在播呢，有几个你喜欢的爱豆能够在此时此刻跟你俩唠唠嗑呢？你偷着乐吧，你在那儿。可能很多朋友看我直播也有一种亲切感，他可能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很孤独，但是他知道
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在网络的另一端，有一个见不到的人，给他温暖的陪伴。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打开他的直播。我咔一播啊，当时咵，这个气质是嘚儿，这个氛围是嘎。你不说播吐了吗？我不是说我吐，我是要播到你吐，播到你受不了，你扛不住。啊，是这样的吗？你是认真的吗？哎，今晚吃什么？能好吃吗？搞笑，社会这么残酷吗？优胜劣汰。来了，我说这个 VCR 都已经会背了，你给我背一个来。我怎么不信呢？我怎么就不信？你给我背个来，你给我背。他吹在那儿啊，我吃啥？吃喉糖。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啊，朋友们啊，就是咱家就近1年呢，也不能近1年吧，近1年左右吧，其实是有一批新粉来的。我一直什么呢？一直认为什么呢？哎，哪去了？哪去了？不是这个。完了，背景音乐都，好久没直播，背景音乐都找不着了。我一直认为呢，我可能很久没有新粉来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毕竟最近也没什么作品。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其实还有很多人默默的成为了我的粉丝。而且就是近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哎，这是为什么嗓子叫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整段垮掉。不是我那个啥，那个对，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因为我总觉得这近1年啊就没啥粉丝，因为我确实没什么作品嘛。这最近播的就是播这个《安乐传》嘛，然后播了一个那个啥，播了那个做自己的光，然后之前其实没啥作品，没啥播的嘛。我以为这一年多就是那个啥没啥粉丝呢，结果我通过一个现象啊，发现了就是咱家其实。我最近是涨了一些粉丝，不是从微博这个数据，不是从微博这个数据或者什么样的微博粉丝量，不是，是什么呢？就很明显，就咱家这帮粉丝有开始叫老公的了。哎，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老粉啊，我都给就是完全已经纯 PUA 过了，也不是 PUA 了，说的有点难听啊，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已经给上过课了啊，已经给教育过了。我们家粉丝呢不允许叫老公，因为显得很肤浅，显得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肤浅。
你知道吗？因为我都说别叫你干嘛呀？你自己有老公，你叫我干嘛？第一，第二，第二那个啥，你那个什么，你以后都有男朋友呢，你别到时候在我这整，我不太好，我犯不上。我觉得你犯不上，我也犯不上，所以你别叫这个，我觉得很肤浅。我们就是别玩，就是跟别人一样的，因为人家都喜欢叫，咱们也别那个什么，你干啥嘛玩意儿？就是咱们就是朋友，好不好？别给我套近乎。但是呢，就是发现最近有很多就是这种还叫老公，我觉得就是这一看就是新粉儿。啊，就通过他这种称呼，我就能感觉到他是新粉儿，因为我们家老粉儿都是比较知性，他知道有一个就是分寸感。所以朋友们、家人们、兄弟姐妹们，分寸感很重要。所以还是那句，比我大的可以管我叫小宁啊，小宁；比我小的可以叫宁哥啊，或者是叫刘玉宁都可以，但别叫老公。谢谢你们了啊，谢谢你们了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俗气，谢谢你们了啊！有朋友说叫宝宝，我就喜欢这俗气，闭嘴 ，shut up， 来人，拖下去。放肆！然后叫老刘可以吗？可以，叫老刘行，叫啥都行啊，叫老刘可以，嗯。有没有后面有音综没有？应该是没有，没有音综。但是好像，因为我不记得了，我去年是接了个综艺是吧？我今年是没接综艺。哎，我去年是不是也没接综艺？我去年接综艺了吗？我真忘了啊！我去年有综艺吗？去年？去年开推是去年的是吧？我以为前年的呢啊，那就是今年没接，今年一个综艺也没接呢。我后面估计会接一个啊，会接一档，因为我每年的计划就一档综艺嘛，啊，一档综艺，2到3部戏。
有朋友说叫儿子可以吗？有朋友说叫儿子可以吗？我不知道你这是不是恶意的啊，还是说就在那觉得自己很幽默？可以啊，你来找我，你来找我，你到我面前叫我，你试试。可以，你过来，你来找我，你过来，机票我给你报了，你上我面前叫我一声儿子，来，你来。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什么呢？我总觉得就是在网上到处叫别人儿子的人呢，可能自己，所以他喜欢叫别人在网上叫别人儿子。保重身体。我可以唱个让酒吗？我不唱歌了，我现在那个啥，嗓子有点不舒服，啊，这生病了最近，所以就不唱歌了。但是我总能看到一些，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刷一些视频嘛，有人就会说，哎，怎么我跟大家说一个神奇的事情，我最近粉上了刘宇宁什么的，我总能看到一些那种视频，然后那种视频呢，他又是用了一些特效，那种特效就是只有眼睛，他比如说是一个橙子。它是一个橙子，它只有眼睛和嘴巴，然后那个啊，最近什么粉上了刘宇宁，然后讲一下他的经历。最开始他就是比如说最开始那个什么，基本上都是那种的，就是最开始，而且是这样的啊，他大概都是我给你们模仿一下啊。啊，那个。给你们模仿一下，我看到好多那种视频就是这样的。就是最近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粉上了刘宇宁。其实我对刘宇宁这个人呢，以前是属于什么呢？我就是属于不太关注，而且甚至说可以说是黑。然后我最开始知道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在那个网上唱歌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火了，凭什么那么多粉丝？当时我就觉得这种人就是肯定有背后有公司就是在捧他，然后所以呢，我对他就是印象不是特别好。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呢，我就是不知，因为后来就是有一次看一部剧嘛，那个剧叫《沙海》，然后里边就是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叫做《让酒》。
然后这个让九呢，然后当时就是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歌，但是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是刘宇宁唱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好听，我到今天都还很喜欢听那首歌，但是我还不知道刘宇宁这个人。然后呢，后来呢，就是突然有一次，他就是那个后来就看那个《终极笔记》，看《终极笔记》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里面演黑瞎子的那个人就是特别喜欢，我就觉得他演的特别好，我就觉得他那个就是那个范儿特别正，就是觉得就我不认识这个演员，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可爱，虽然我觉得他跟那个原著那个黑瞎子不是特别像，但是呢，我就觉得他演的很好，我就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刘宇宁演的，然后后来过了很久，我就觉得没有他的消息，而且网上都是一些他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他什么的，就是都是不好的那些东西。然后呢，就觉得他这人不咋地，然后我也没多关注刘宇宁。但是就最近呢，突然就是有一天，就是无意当中刷视频就看到他和那个涛姐演的那个戏，我就觉得他演的还挺自然的。然后呢，我就是通过一个 cut， 然后就开始去看他跟涛姐的那个做自己的光，然后就看了。结果我以前都从来不看都市剧，结果就是莫名其妙就看下去了。看下去之后呢，我就觉得这刘宇宁这人挺有意思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就能刷到他的一些就是那种直播片段，我就觉得这人还挺逗的。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就一些机制，就是你能刷到他之后，你就总能刷到他，然后总给我推送他的一些那种直播的片段，我就觉得这人还好像挺搞笑的，然后我就开始考古他，然后考古看，我就越考古越觉得他不容易，越就觉得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真的是就是我就觉得人吧这个东西，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刻板偏见，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偏见吧，就是属于因为你不了解他。当然不喜欢的人肯定也不会去想要去了解他，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凡是我觉得刘宇宁这个人，只要你开始了解他，我觉得没有不喜欢他的，但不能说没有不喜欢，起码不会讨厌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奉劝这些网上的朋友们，真的不要去看一些说营销号，或者是从别人嘴里或者一些黑粉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人，其实你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实的，你得自己去了解，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了解的都未必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我最近粉上刘宇宁的一个过程吧。反正我就是觉得这挺神奇的。我最开始是他的一个黑粉，我对他就印象特别不好什么的，但是呢，最近就是我就迷得不要不要的了。就是反正就是觉得他很棒，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在网上时候看到他那个看到他一些就是不好的事儿，比如说他的一些路透的黑图什么的。然后呢，他直播的时候也会就是很轻松的给我们这些粉丝就说出他这些就是黑图啊，他就很搞笑的时候，很搞笑的方式跟我们说，让我们都很开心。然后呢，我们也就听一乐呵。但是呢，当有一天我真正在网上看到，就是这种，就是最近这个他新拍的这个戏开机了嘛，然后呢就发现开机他拍摄第一天就有黑图出来了。当时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不好笑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好笑，就是你就知道，你就会有一些心疼他，你就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强大，他就是什么都可以自己扛得下来。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我们虽然作为粉丝不用替他担心，但是呢，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他其实也只是个人而已。他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强大。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跟大家说，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呢，
不要就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东西去了解一个人，因为那些东西都真的未必是真实的。所以呢，这就是我粉上刘玉宁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也分享给大家，所以基本就这样了。哎，我都怀疑有那个是不是都我自己发的？那些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学的太像了。可能你有没有朋友们，你有时候上网去搜到一些，比如说有些粉丝就是那种带特效，说我最近粉上刘宇宁，有可能就是刘宇宁本人发的。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缘，隔天涯上月亮？不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缘，隔天涯上月亮？有朋友说简直一模一样。有朋友说你怎么能记得那么多？夸我自己的词儿，我不张口就来吗？夸别人可能你想不到点，但你夸你自己，你不就是张口就来吗？嗯。相望。有朋友是不是看了好多遍？没有，这种东西不用看好多遍，看一遍就能背，这是天赋。这是我跟你说，这是有一些天赋在身上的。首先，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啊，你本身你天生的模仿能力一定得强，你才能做演员。我觉得这是演员非常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模仿能力。我模仿别的不像，比如说像很多什么表演训练让你模仿动物，我都不像，我模仿我粉丝最像。模仿我粉丝的眼神儿和他们的举止超级像，啊，一模一样，我都可以假扮刘宇宁粉丝。会心的花束在反复，彻夜无眠空洞。然后再来一个，还没看够。这还有台下喊好的，再来一个，还有喊好的呢，哇，真可以啊！熟悉认识的故人，同来是友，不必痛回头。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缘，隔天涯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愁肠。人间一趟，如梦一场。演给我看，我就不演了，不来了。我就差不多就是因为像那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我刚才就模仿了一下，但是它基本都是那种，就是它那个特效是一个柠檬，是个柠檬，但只有眼睛和嘴那个啊，那个挺好玩的。就总有因为总有那种特效，有些人出来就各家粉丝好像都习惯用那个东西来说事儿，我不知道这是有什么就是行业规则还是什么，
还是说江湖规矩？因为很多我看到有很多那种，我看到有那种很多脱粉的粉丝，比如说谁家粉丝脱粉了，然后来细数他家爱豆的罪名，他也用那个。那是一个我不知道啊，就是也有用那个的，然后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个土豆还是一个柠檬，反正就是那种的啊，就是反正细数自己家爱豆，就是当时瞎了眼什么这种字，他也用这个啊，也用这种的啊。有那属于匿名是吧？啊。西瓜也有用西瓜的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冬瓜啊，就是是为了匿名啊。匿名可以用很多头像，比如刚才这种，你看用这种不就可以吗？这种不也行吗？这不也匿名了吗？但是他们好像都用那个用那个一样的，也不知道为啥，好像我以为是行业规则呢。哎，这种也可以啊，这不也可以吗？他的眼睛多大？啊，wink， 哎，不能 wink。不能命啊！有朋友你还知道 wink？ 那说什么玩意儿？就是 wink 是一个很难记的一个英文吗？有朋友吃重庆小面的吗？你们就好像我到哪的地方，就是到哪地方你们都会问说吃没吃当地特产，就是因为现在我想说咱们国家非常发达，你在北京可以吃到，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你可以吃到就是全国各地的东西，你就北京没有重庆小面这个东西吗？还是说这个西安没有火锅？不会没有，都有啊，都有，到哪都还好啊，还行啊，还行，不正宗，那有啥正不正宗的？我看那个我们都说这个重庆火锅正宗，我看他也往外卖火锅底料啊。我那天去吃了个火锅，然后门口也在卖火锅底料，那玩意儿这火锅底料拿回家不就一样正宗了吗？那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啊？我明白你说的当地的正宗啊，那玩意儿那你重庆火锅吃啥？不就吃火锅底料吗？他火锅底料给你打包好，让你买回丹东吃。那你说我在丹东能不能吃到地道的重庆火锅？不也一样吗？可以，一样的，都一样的啊。有朋友说锅不一样，我再买一个他的锅，我带口锅回去行不行？可以的啊。有朋友说还是不一样，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有点砸人生意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重庆火锅店的老板，我在门口卖火锅底料，你站在门口说你们买回去没有用，我告诉你不地道啊！你买回去不一样，你和在店里吃的不一样啊！我告诉你，朋友们别买，没有用，买回去之后也不一样。你看那个老板打不打你？你这是你干的是人事吗？你这有朋友说真的不一样，那照你这个道理，就是全国各地的火锅底料不能买了吧？你直接影响了一个行业，我告诉你啊！
环境不一样，有朋友说那氛围不一样。我买口锅，买个重庆的火锅底料，再把我家一个房间装成重庆火锅包间的样子，行不行？还不一样吗？你告诉我，我把我家装修成重庆火锅店包间的样子，把他那个锅买一个回来，电磁炉都一样，然后我再用他的火锅底料，你告诉我还哪不一样？水不一样。我直接打2桶水回去，地不一样，我搁重庆挖2斤土回去铺地上，空气不一样。你说什么屁话？空气不一样。不多的时间，却偏偏有朋友说没有服务员，就是咱们重庆火锅讲究的是一个服务是吗？重庆火锅最精髓所在是在服务员身上啊，不是吧？问题是那无所谓啊，我就是干服务员的，而且我刚说完，我说演员也好，歌手也好，艺人也好，就是做的服务行业，我自己就是服务员。告诉你们都大差不差那玩意儿啊，那就是我们总在说一个地道不地道的东西，它大差不差，它也不会差太多的啊。还有不少眷恋。因为现在它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交通啊、运输啊都特别发达，啊，没有什么不像以前我们想吃一口北京的东西很难。现在交通啊、运输，你想想快递都这么方便了，你吃啥吃不到地道的呀？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就是不要去太神话于这个地道这些东西，真不一样。OK， 不一样，那你就说的对，那就不一样吧。没有重庆话。我直接就是放一段这个，我直接放一段这个重庆话的歌。我听着这首歌吃火锅行不行？而且我吃一口肉，我自己喊一声雷死五毒，可不可以就假装我在这个重庆啊？行不行？这还不地道吗？吃一口就雷死五毒，可不可以？都是可以的呀，都能弥补你们说这个不地道的东西。我所有东西都弄得全套的。行吧，不跟你们杠了。没有，开玩笑啊！刚才以上言论就是为了跟粉丝们调侃，故意就是跟你们抬杠的啊。非常地道啊，非常地道，有朋友说，宁哥，你去那个洪崖洞了吗？就是好像就是比较火的那个地方是吧？是叫洪崖洞哦，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儿，是叫洪崖洞还是什么崖洪崖什么的，是吧？有个地方说晚上说那个什么8点开灯，好像那个地方就很好看嘛，有点像那个什么《千与千寻》里边那个景嘛，说那个是吧？有一天晚上是这样，就是正好那天晚上去吃饭，然后呢经过一个桥，我说在桥上有摆摊的，还挺好的，可以逛一逛。洪崖洞是吧？我说可以逛一逛啊，逛逛地摊啥的，还挺好玩的。然后呢，结果我看前面有点摆摊，他们越往后越有人站在桥上，我是在看啥呢？在那儿站在桥上，那桥子特别高啊。重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它那种立交桥特别高啊，它那个桥，它就是我们走那个立交桥那种的，就是那种桥，就是那种路嘛。然后感觉我就和楼一般高，就特别高啊。然后呢，对那个大桥走那个桥那地方吧，我看这么多人往那边帮，我这看啥呢？我大半夜看啥呢？在那
就是感觉，我以为那里是干嘛的呢？结果我那个化妆师就说这地方叫洪崖洞，他们那地方等开灯呢，等晚上开灯的那一刻就很漂亮，像童话故事似的什么样的。然后呢，我就说哦，那可能是挺好看的。然后于是呢，我就上网搜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我就省去了排队的时间。我就没有在那个桥上人挤人，我就走了啊，因为我就上网看了一眼。挺好看的，我觉得重庆这地方也挺好的啊，我觉得挺喜欢的。对，就是这吃的还挺好吃的啊，就是吃的挺好吃的。有一些，比如吃一些江湖菜啊，江湖菜就是特别辣那种的，而且那个店老板都会劝你说你们吃不了，不要轻易挑战，别点了啊，别点，你们别点，吃不了。啊，这是都很辣，但是如果天天这么吃啊，我觉得也有点够，因为啥呢？因为它的特色就是有点重油重辣，特别油啊。但是你吃完之后就哇太爽了，但重油重辣，我就觉得，但你天天吃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啊。有朋友说宁哥你能吃辣吗？我还行，我吃辣的其实还行，虽然我东北人，但是吃辣还可以啊，还可以，都是问题不大啊，没问题。我说徐州有很多好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就是有机会都去尝一尝啊！而且我觉得这天南地北总要走一走的，到时候都去尝一尝啊！反正到了当地，前一阵在西安嘛，在西安吃了，是西安吧？我这脑袋有点乱了。我前一阵是去西安了吗？哎，我前一阵去西安了吗？我去西安干什么去了？哦，纯真啊！我就在想，我好像去了西安，那我去西安去干嘛？拍戏？我没去拍戏啊。哦，纯真想起来了。对，去西安吃了点东西，而且西安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西安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去的几个饭店啊，就是可能我遇到接触人的地方很少，但是在饭店里呢，就会发现就是那种饭店那种有一位饭店那种服务员那种阿姨啊，特别热情。就他那种热情不是说那种服务意识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热情，就跟你说，哎，这个可好吃了，这个你别点太多了，点太多你吃不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真诚，我觉得西安就是那种感觉，让我感觉那个民风特别真诚，就他会很实在的跟你说，而且菜的量都特别大，而且就是让你觉得哇好实在，就是这帮人好实在啊，就觉得那边真的很好啊。对，就是人很真诚，而且很实在，很善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就通过他跟你聊天，给你推荐东西、吃菜啥的，就是你就会感觉到，而且不是一家饭店，就总去吃饭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很好的，就可能像这种城市，
我不知道啊，我会感觉什么呢？就是，算了，就反正挺开心的，就挺开心的去那边吃点好吃的啊。比如说重庆也挺好，我重庆主要重庆没咋出去，啊，重庆没咋出去，啊，重庆我接触最多的就是重庆粉丝，最多就是重庆粉丝，天天都能看到啊，有时候各地性格不同的我不知道啊，可能就是反正都挺开心的，这几次出门都挺开心的，然后呢也吃了好吃的，我到每个地方都会吃好吃的，啊，都会吃一些好吃的，换个歌，这不在重庆听这种，不应该吗？什么时候来广西？广西有机会吧？因为我之前在很早之前打工的时候，我一个上铺的那个兄弟就是一广西的人，他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但是那个兄弟特别逗啊，特别逗啊，所以我对广西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好奇。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挨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悲凉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我奔在。差不多了，我那个什么，现在10:54了，我一会儿那啥，一会儿我下播了，我吃口东西啊，我现在还没吃饭呢，啊。然后那个什么，我就播到11点，反正今天跟你们就唠会儿嗑。我看我播了多久，今天应该时间不长，是吧？2个小时还行，那时间也不短啊。所以呢，朋友们，这个有很多朋友还我的微博还没有关注，没有关注的朋友给我微博关注点一点，谢谢各位了啊。然后呢，也感谢你们今天的陪伴。然后没事儿，因为我可能回横店之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横店的戏会多一些，因为横店算是我的有几个我的主场景什么的，估计拍的时候会忙一点。但是我回横店的话，就因为那是自己家嘛，所以呢就比较踏实，到时候就可以没事多播一播，而且设备会好一些，设备会好一些，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如跌撞。我曾挨过了无数风。对，本来那个没事啊。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悲凉梦
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行，往后那个我早点希望早点恢复吧，但我估计还得几天啊，还得几天才能完全恢复，然后也没啥事儿啊，没啥事儿，你们不用担心我这么大小伙子，身强体壮的，非常的强壮，所以没什么事儿，再有几天估计就好了啊。然后呢？我是月照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有朋友说为啥我没有？我就是今天我上来不想讲任何别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那个我就是想跟粉丝聊会儿天儿，因为我今天这两天说话我也得小心点儿，那个别让人抓住啥把柄啊。前两天去个东方风云榜，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得发完专辑再开演唱会啊，这也能被人说内涵别人啊，也是非常的奇怪的啊，就是，就是我说啥都得内涵别人啊，我可真有那个功夫去想着别人，我去关注别人每一件事儿，所以呢，我就尽量少说呗，就是我也没那么多闲工夫去关注别人的事儿啊，我自己一堆工作呢啊，一堆工作，然后自己一堆串要盘呢，没空搭理别人的事儿啊，我也没空去了解别人的生活如何啊。行吧，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晚安各位。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其实我就是最开始呢也是刘宇宁的一个黑子，但是后来呢就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粉上他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属于一个中奖的，就是属于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你不要通过别人的口或者是别的消息去了解一个人，因为那未必是真实的，所以你想要了解一个人一定要自己去了解他，然后你要去慢慢考古他，慢慢了解他，我相信你们去了解刘宇宁之后，你们都不会不喜欢他，哪怕你不喜欢他，你也至少不会讨厌他。然后也谢谢各位了，拜拜。